原来金虎每顿揍都不是白挨的。7月8日，胡子迎来了14岁生日，奶爸特地准备了双层豪华水果蛋糕，以及一辆纯手工定制的竹制自行车，而奶妈则亲手绘制了胡子的奥运奖牌、骑行画椅、领奖台、奥运5环等各种礼物，甚至就连胡子必经之路上都插满了玫瑰花，能看出联动饲养员是真的很用心。没曾想胡子出场后直接大闹生日宴，只见他拔掉骑行画后顺手砸了生日蛋糕，随后绕到后面推倒花瓶并撞翻自行车，内心 OS 一个老光棍要啥自行车。看到饲养员精心准备的生日会被直男金虎毁得一塌糊涂，网友不由得感慨让飞云锤一顿就好了。只能说飞云暴揍金虎是有理由的，毕竟胡子不仅会跑到萌妹的床上睡觉，还会故意在飞云的家里窝巴巴。金虎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跑人飞云的轮胎上做啥？你坐人家飞云床上干什么？你说你还好意思吃在飞云家里拉粑粑？你说你这样人能喜欢你吗？当飞云趴在门边呼呼大睡时，手欠的金虎非要去招惹熊家，萌妹气得一口咬住他脑门，来咬上了。游客在这边急得上蹿下跳，可被咬的金虎非但不走，还继续伸手试图扒拉萌妹。难怪有网友评价胡子是那种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他特别的熊。其实金虎不仅不受飞云待见，还凭借话痨属性成功招惹了妙音。金虎每哼一句妙音就有一狗叫回应，要知道熊猫生气时才会发出这种叫声，足以可见妙音究竟有多嫌弃大胡子。都知道胡子到处说喜欢外甥女，实际上他没少对妙音重拳出击，一套组合拳打得对方脑瓜子嗡嗡的，只能灰溜溜的把宝座让给金虎。胡子大获全胜，开心的在树上蹦迪，这小模样简直又嚣张又嘚瑟。蹦了一会觉得不过瘾，又开始寻找目标，随后下树挑衅水池里休息的飞云。萌妹扭头看到金虎，直接给了他一逼斗。胡子不甘示弱，用手摁住了对方脑门，随后两熊就你一拳我一掌扭打了起来。虽然看不到假山后面的激烈战况，但能看出金虎踹飞云的这两脚是真狠。猝不及防的萌妹当即落了下风，被丝毫不怜香惜玉的大胡子抱住了头。难怪身旁有2只大美熊相伴，金虎却还能单身10几年，原来都是自己做出来的苦果。看到牟世杰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熊猫，才明白国内的饲养员有多爱大熊猫。这位和龙星聊天的奶爸就是牟世杰，大半辈子都在为保护熊猫而奋斗。当初村里闯入了一只野生大熊猫，年少的牟世杰看到它后瞬间就爱上了，带着这份喜爱，他放弃外出打拼，报名成为了给熊孩子们铲屎的清洁工。虽然并不能近距离接触大熊猫，牟世杰也甘之如饴，一干就是9年。虽然说是清理这个垃圾、吃剩的竹子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到这个能给大熊猫服务，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豪。特别的荣幸。可正当牟世杰沉浸在幸福中时，汶川突发地震，基地遭遇毁灭性打击，大熊猫和饲养员们都被紧急转移。虽然核桃坪基地不再需要清洁工，但牟世杰没有离开，而是主动留下来，冒着生命危险帮基地打通道路、修剪损毁的圈舍以及转运运送熊猫。在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举动让我们应该说熊猫人都非常感动。他第一件事做的是帮助我们和我们熊猫人一起去抢救熊猫，去转移熊猫。由于有些受惊的熊猫逃入山林中，熟悉地形的牟世杰主动请缨找熊猫，因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重量有限，他和同事的背包里全装的竹笋、胡萝卜。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。饿了吃胡萝卜充饥，渴了喝山间溪水，就算身上钉满了蚂蟥也从未放弃。最终他和同事一起找回了61只熊猫。救援有功的牟世杰也被破格录取，成为一名真正的熊猫饲养员，之后又成为了野培团队中的一员。牟奶爸和许多熊猫的关系都很好，当初乔乔被放归野外找男朋友，工作人员要定期找到他，更换脖子上的录音笔，拒绝其他工作人员靠近的乔乔，却会允许木奶爸近身接触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乖乖，树枝上不要怕啊，找到你就对了，你要怕跑得这么远来了啊！找到你的心上人了，心上味儿。而乐宝的妈妈福宝的奶奶龙心，不仅会听从某奶爸的熊猫语呼唤，还特别喜欢对方的肩颈按摩放松疗法。当初草草在半野化培训圈中产下幼崽后，某奶爸特地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月子餐带给他，并将食物递到婴育儿而行动不便的草草嘴边。因为幼崽已经满月，按照惯例要进行满月体检，某奶爸需要从草草怀里带走孩子去做检查。冒着被攻击的风险，他先递给了草草一根竹笋，随后自然而然地从他怀里拿起了幼崽。
草草虽然望向奶爸，但他没有着急，只因他知道某奶爸永远不会伤害幼崽。原来爱真的能跨越一切物种，想必有某奶爸这般认真负责的人在，熊猫种群必定能迎来欣欣向荣的一天。哥哥在野外自力更生，弟弟在基地衣食无忧。一母同胞的熊猫宝宝咸咸仔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去年咸咸产下一对双胞胎兄弟，由于熊猫妈妈只能带一只幼崽野培，工作人员便让咸咸自由选择一只。就这样，大崽跟妈妈参加了野培。当咸咸小崽缠着奶妈要贴贴抱抱，吃着饲养员剥皮洗干净的笋笋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则肩负着壮大种族的使命，跟着妈妈来到了野化培训2期的场地。看着兄弟俩一模一样的长相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胸声，实习生饲养员忍不住潸然泪下。因为咸咸和大崽是分笼进行转运，率先进入场地的咸咸显得格外焦急，他只能嗅到气息，但却看不到孩子。而大崽也格外警觉陌生人的靠近，还发出威胁的狗叫声，试图喝退对方。随后，工作人员将大崽放到另一边，让母子俩先识别气味，以免误伤。当中间隔板打开，咸咸第一时间走进去，先警觉地巡视一圈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才把大崽紧紧地护在了自己怀里。这一幕真切让人感受到母爱不分物种。或许是察觉到四周并未危险，咸咸率先走出适应笼，探索新环境，而大崽则是先在笼子内摸索了一阵，才找到出口，沉稳大胆地走向树林。可令工作人员焦急万分的是，大崽和咸咸的路线方向并不一致。好在咸咸及时赶回，并找到了熊孩子。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在这为期1年的野培第2阶段中，大崽将在妈妈的带领下学会生存技能，比如觅食、预判危险、躲避其他猛兽攻击。工作人员则会远远监控母子俩的安全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大崽将正式放归野外，过着风餐露宿但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而弟弟则在圈养环境下安稳度过一生。兄弟俩的人生将彻底走向不同方向。圈养大熊猫是为了保护濒危的种群，而野放更是为了复壮熊猫的种族基因，也是看似残酷却又不得不做的事。让熊猫回归自然才是人类使命和责任。大熊猫福宝确认提前回国，他和妈妈爱宝此生恐怕无法再相见。8月24日，爱宝乐园园长在媒体会上表示，福宝将于明年2到4月份返回中国。之前网友一直认为他将在7月份回国，没曾想日期竟提前了。对此，官方解释道，是因为考虑5至7月份天气炎热，担心福宝返回途中会不适应。而2位爷爷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给福宝无限的温暖与宠爱。近日天气持续高温，2位爷爷为福宝做了夏日降暑套餐。他们把福宝最爱的木架变成了冰床，还在上面放了胡萝卜窝窝头和竹子冰碗，以及福猪猪心心念念的竹子冰靴。宋世卫一直贴心的在检查冰块的表面，担心上面会有凸起，硌到宝贝孙女。福猪猪看到2位爷爷给准备的惊喜后，整只熊高兴的贴在冰床上面，全身心都在表达自己的喜欢和兴奋。看到宋爷爷拿着手机给自己拍照，有女明星修养的福宝还摆好了 pose。只见他把脸贴在冰块上，撅起屁股，果然在最爱的爷爷面前，福猪猪就是长不大的小孩，永远搞怪又可爱。如果时间停止在这一刻该有多好，那么福宝就不会与最爱的爷爷和爸爸妈妈分离。但小孩总有长大独立生活的一天，宋爷爷和江爷爷正是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才竭尽所能为宝贝孙女铺好以后的路。福宝出生那天，江爷爷直言仿佛拥有全世界。他那么爱宝贝孙女，自然要为她几生意。福猪猪如今的人气和热度，正是2位爷爷给他的保命符，而这足以确保福宝今后生活不会过得差。此外，福猪猪还有一个让所有小朋友都羡慕的童年，每天有最好的爱宝妈妈陪在身边，还有2位爷爷陪自己玩。宋爷爷更是变着花样给他做了数不清的玩具。期间，爱宝还教给了福宝所有的生存技能，所以2位爷爷也相信大孙女回国后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 잘할 거예요. 왜냐면 아이바오가 키웠으니까. 아이바오가 이미 그런 살아가는 방법들을 다 전수를 했어. 江爷爷曾说过，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福宝回国后能开心快乐，不要担心爸爸妈妈、爷爷会照顾好他们。更重要的是要记住，福猪猪永远是爷爷的熊猫宝宝。 엄마 아빠 걱정하지 마. 내가 잘 돌볼 거야. 너도 가서 잘 적응했으면 좋겠고 좋은 친구들 만났으면 좋겠다. 그리고 할아버지 가슴속에도 네가 영원할 거야. 这一刻真希望时光能慢一点，2位爷爷能陪在福宝身边再久一点。三太子萌兰到底有多聪明？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，名副其实。众所周知，萌兰是出了名的战五渣，但别的小熊还都特别喜欢逗它玩。有次小伙伴路过门，直接咬了它一口，委屈到不行的它当场向游客告状，头一台示意们就是它咬的。而萌兰从小还掌握了一套越狱方法，每次钻栏杆都知道只要投过去了，身子就不成问题。 果然没什么能难到我们的门。跟萌大拔河时，他更是有800的心眼子。本来是一场亲情拔河赛，没曾想萌直接套路大哥。只见他把绳子缠到了木头上，然后用嘴使劲拉着绳子，成功激起萌大的胜负欲后，
小熊金萌兰赶紧躲到一边，笑看大哥和破木头庄子拔河，心想我妈不让我和傻子玩。不仅如此，萌兰还是只爱臭美的小熊。生日这天，她直接把放蛋糕的餐盘当镜子，疯狂欣赏自己的美貌，沉迷其中无法自拔。而要说萌兰表现高智商的时刻，跟发姑奶爸对话绝对算得上名场面。对奶爸的每句话，萌萌都做到了有回应。这样可爱的小熊，谁看了不心软软？60多斤了。我也晓得你60多斤。哎，胖儿。胖儿。胖儿。宝贝儿。并且萌兰的情绪还超级稳定。下雨了，她坐在铁王座上安静吃笋；下雪了，她欣赏着美丽雪景安静吃笋。就算是越狱被抓包，被木叔教育，萌萌也不在乎，一心只想着干饭。真好意思吃，行，吃饱了再想怎么调味。有时木叔还会故意把萌兰叫醒，让她重睡。好脾气的萌儿也从不会生气，顶多在心里吐槽一句：“木叔真烦熊。”萌兰，萌兰，萌兰，哎，睡吧。当奶爸把窝窝头装进圆球里，想让他自己动手转出来时，别的小熊吃不到都会直接把玩具摆烂，但萌儿却超级有耐心，花了很长时间才拿到，然后开心的大快朵。此外，萌兰还是个妥妥的宠妹狂魔，经常拿自己最爱的竹子头喂萌玉萌宝，还会来到隔壁趴在栅栏上跟他们聊天。有时自己新得了个玩具，萌兰还会高兴的给妹妹们分享，一会拿出自己最爱的大麻袋，一会拿出红色的球问他喜不喜欢，之后还拿出大轮胎戴在头上 cos 卡塔尔王室给萌玉萌宝看。最重要的是，萌兰的心态特别好，一直都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曾经无人问津的时候，即便每天只有寥寥几个游客，但他依旧积极营业，坚持整活。正是因为萌萌的坚持不懈和不放弃，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如此聪明的小熊。果然没有熊能随随便便成功，而阳光开朗的萌兰也值得所有人喜欢。爱宝的双胞胎宝宝已经开始争名，网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爱宝乐园官方网站发布了争名活动，如今2个小家伙已经出生快50天了，按照惯例，宝宝100天的时候会公布名字。现在需要的就是网友们集思广益，为福宝的2个妹妹取个好听的名字。对此，爱宝乐园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：一是要根据宝宝的性格和外形特征，取个能突出小家伙特点的名字。福大妹长得像爸爸乐宝，背后黑肩带成 V 型，性格活泼，总是折腾爱宝妈妈，看样子和她的废头子姐姐福宝差不多。福小妹长得像妈妈爱宝，背后黑肩带成 U 型，性格温顺，在妈妈怀里总是很听话。第2个要求是要用中韩2国都容易发音的字，这样更方便提高宝宝们今后的知名度。第3个也是最主要的要求，就是名字里面必须要有宝字，这样人们提及小家伙就知道是宝家族一份子。爱宝乐园计划通过社媒官方账号、论坛留言的方式征集命名，再由饲养员等委员会综合考虑熊猫的特性、名字的意义、发音等，选出10组名字，然后通过在线投票缩减至4组，通过官网社交平台现场投票选定名字，最后将在10月份正式公布。想当初福宝的名字也是网友投票选出来的，并且在小家伙的百日宴上进行了公布。福宝名字的含义是带来幸福的宝物，当时福宝的候选名字还有幸星宝、超宝，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福宝的寓意比较好。而福猪猪也的确是一直有福气的小熊，从小被2位爷爷捧在手心里长大。江爷爷曾说，爱宝象征最好的爱，乐宝代表着快乐，而宝家族的新成员名字也要有一定寓意。有网友建议大妹叫优宝，小妹叫兔宝，这样宝家族一家5口的名字连起来就是 I love you too。 还有说取名鹿宝、寿宝，跟姐姐福宝正好组成福禄寿，象征着幸福吉利长寿。无论2个小家伙取什么名字，相信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都会被爱包围，或许还会有和姐姐福宝一样有专属写真集。到时候不知道3星集团会不会再斥资给大妹小妹写主题曲，而宋爷爷肯定又会变着花样给2个孙女制作玩具，并且各式各样的玩具都要准备双份，到时候的爱宝乐园一定会更加热闹非凡。